塔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5月6日中午，我收到了许久未见的前女友佳佳给我发的消息。我赶去公寓8楼的真真剧院赴约，见完面准备离开剧院的时候，就看见楼道里的灯黑了。我摸着黑慢慢的往外走，但是在漆黑走廊里碰见了新来的住户伙伴们，他们好像去了另一个方向。我也好奇啊，慢慢的就跟了过去，但却意外的发现长得和我女朋友很像的真真被刺杀身亡了。我们这才刚入住这个公寓第1天就已经死了2个人吗？我们为了寻找真相开始调查，我们发现了剧院内有4个一模一样的剧场，剧场之间可以用单向门连通起来，但有一扇门是禁止的。这个门不能走，为什么？我们还发现了一间剧院员工室。我通过真假爱情的海报上提供的信息，用手印日期解开了门的密码，在里面发现了真真的约会行程表和男友等级排行，以及真真利用多个身份与不同男友约会的秘密。跟这个男友的是彤彤，这个叫毛毛，这里边居然还有我呢，这不我吗？难道剧院里死亡的那个叫真真的女孩就是我的前女友佳佳吗？我们将剧院内的观影人数记录器记录下来的画面和员工室里的男友们的照片对照来看，发现曹阳光、宋编剧以及我和白三晚都疑似在案发时间段出入过剧场，我们4个就被列为了这场案件的嫌疑人。之后大家来到我的房间，很不幸，我送1000个女孩回家的计划被公之于众。虽然我也是出于好意，但是大家仍然对我有所误会。你又不是保安大队的。还有佳佳将我并不成熟的小说曝光，致使我被网暴的这件事也被大家发现。网暴我之后，我就给他画了一个。我承认我恨佳佳，所以我才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叉。后来我们去白三晚的房间继续调查，了解到他和真真在3年前曾经短暂相恋过。白三晚为了真真，还间接导致了兄弟死亡。他骑了这个车去送饭去了，然后呢出了车祸了。后来2人分手，真真在网上大骂白三晚渣男。白三晚，你这个渣男！今年白三晚与真真再度复合，本来以为2个人重修旧好，白三晚却发现真真想曝光他害死过兄弟这件事儿。白三晚怀疑真真一直在骗他，并且想毁了他。其实就是想看清楚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在观影人数记录器记录的监控视频中，看见真真换不同的服装去到各个剧院房间，但是在进了白三晚所在剧场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监控视频里出现了一名鬼鬼祟祟的人紧张地跑出剧院，一看脸，这不是滕中介吗？太可疑了。至此，这场案件的嫌疑人就变成了曹阳光、宋编剧、白三晚，我再加上滕中介。本季将通过11周节目来讲述发生在推市11号公寓里的故事。6位玩家将作为新住户入住11号公寓，他们将被卷入一个个离奇案件。通过成立公寓推理团，去到不同楼层，结交不同老住户，破解各自的身世之谜，探索案件背后的秘密。前6晚将每周解锁一位新住户的故事，新老住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将浮出水面。从第7案开始，所有故事线交织融合，随着真相层层揭开，新住户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着故事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局。每个案件中，推理团需在案发现场找到死者身份，并根据线索锁定相关嫌疑人。注意，嫌疑人并非局限于11号公寓内部人员和到访人员，在推理团中也有可能存在着嫌疑人。召集嫌疑人后，推理团将对他们进行问询，并根据证词再次推理，最后投票锁定真凶。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玩家才算获胜。投票正确的玩家可获得一把金钥匙，若玩家是凶手，顺利逃脱将获得一把金钥匙。观影的后台系统。哦，看3号放。哎，这谁要谁要有人要进去？这谁？我呀！彭中介，跑出去的，慌张的说说。害怕了，彭中介。你进去看见发现了啥了？而且显得明显的被吓到了。保佑，能听到吗？我是宝和。能听到，能听到。哎，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你们想询问的嫌疑人曹阳光和宋编剧我已经找到了，他们马上就到。因为他们都想洗清嫌疑嘛，所以除了真凶之外，其他人应该都不会说谎。而且呢，在他们身上也可能有跟案件相关的证据，所以问询的时候可以搜身查看。如果你们之中有嫌疑人的话呢，也可以互相问询。我把公寓负1楼的物业监控室布置了一下，你们可以在那里跟嫌疑人进行沟通。此外呢，我还架了一架 DV，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下一些视频证据，然后转交给有关部门。哎，你们快来物业监控室吧。请各位发问。请问，首先你为什么要去那个房间？去那房间是我在上电梯的时候，我看到3碗的身影，好像上去了。啊，我之后我想上去看看3碗干嘛去了。大概是几点上去的？当我上去的时候，应该是1点46左右。就我们约的是1点，所以我1点就是已经上去了。我看见你的时候是1点。之后我又干了点别的事儿，过了40分钟你又上来了啊！我就上去之后呢，我就开剧院的门，我就顺着那个黑的走廊往左转，我就摸着往前走，大概走了10步以后，我摸到了一个圆不隆咚的一个像门把手的一个东西。你上去之后往左走10步左右，对，那是1号，但是视频上显示的他进的是3号。但我不知道那是几号门啊。OK， 打开了之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感觉到有台阶，我就出溜着往下走，我就感觉到我踩了一脚黏黏糊糊的东西。等于那个地上脚印是你留下来的，那也有可能。当我进去的时候，我是保持着我的职业习惯，我是戴着脚套进去。哦，确实。所以我在走出来的时候，在第1道门和第2道门之间，我小心翼翼地把鞋套拿起来。卷好放到一个黑口袋里，我把第2道门推开之后，我走向电梯，扔到了这个垃圾桶里，我就下去了。下去了就想着说到这个谁那儿去逗会儿他那个狗，之后逗狗的时候就听见你上面在尖叫，大概情况就这样。就1点40多的时候，真人就死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在3号房间发现的才血，但是我们去的时候3号房间是没有血，是没有血的，只有1号房间有血。你只去过这一个房间是吧？对。所以我觉得房间一定是有问题的。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没什么想问的，我是不是坐回去？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有什么主动想交代的吗？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们你去过那个房间呢？
我觉得这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哎，那你接触他这么久，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真真，我不了解他。他是你这儿租户，你也不了解他？哦，不了解，我很少上去，因为我平时你看他在我这儿租了3年的房，这么长时间，我生是没去过他那儿，欣赏不了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想问我的了，我就坐回去了。哦，可以搜身，搜身，搜一下藤中介吧。随便，来。哦，有东西吗？今天刚收的东西。哦，刚收的。嗨，这几个会员卡啊，真的把身家都带身上。对不起。哦，为啥呀？这是什么？优惠券吧？这我饭堂的饭卡。这个呢？还有一封情书。情书。哎，情书是我妹妹小面写给3碗的。哦，对你的爱不是3碗，是3海碗。爱看你的颜，有鼻子有眼；爱吃你的面，软硬刚好还不黏；爱搭你的车，快慢有度超舒服。你这个碗可以装下我这碗面吗？你是在哪看到的？那为什么不是在我这儿呢？在你那儿？对啊，这是我妹妹，她妹妹想让我转交给你。要么你就坐那儿。哦，原来小面喜欢他老板是这个意思吧？你们是搞办公室恋情？没有没好上呢。你的妹妹叫小面对吧？对，小面喜欢3碗对吧？小面是喜欢3碗，刚才那封信吗？甚至因为3碗辞去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去他的面馆里打工。所以你跟这个死者真真有没有仇？我跟真真没什么仇。你要说有仇，我觉得我妹妹是跟郭公子有仇。他气愤小郭天天尾随他，他期望的是3碗能天天送他，可是小郭偏偏是爱演的人，我妹妹就没这个机会了。不是，没说妹妹，我说你有没有可能为了你妹妹，你说那我要杀掉真真，这样，因为他跟真真俩人是一对嘛。我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我把他杀了呢？哎，腾哥，那我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我对小面其实还算挺好的了，是我也没有骚扰过他。你就是因为对他太好了，他才烦你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把我这件事公之于众，在网络上就开始？这我必须替我妹澄清一下，刚才我给她打电话了，他烦你归烦你，但他没有网暴你、揭发你，没有曝光你。可是网上已经有了，那个反渣男联盟上已经有帖，那个肯定不是小面做的。小面小面跟我从来不会撒谎。那等于说不是小面发的，那肯定是别人用小面的账号发的。谁用小面的账号？那也有可能是真真用小面发的，情敌吗？我觉得不存在，因为这个时间段我和真真还在一起。对啊，你和真真在一起，而小面喜欢你，真真知道了小面喜欢你，完之后所以就要回了我。这什么逻辑？这什么逻辑啊？你看，你猜不到吧？我猜不到，但真真想到了呀。真真想到了，这样的话肯定也确实没啥大用，倒是。不是，我觉得真真不存在任何感情层面上的喜欢和嫉妒，他就是想要把这个世界上的渣男都除掉。他是一招被渣咬，10年怕渣渣。所以这个顺序得先是你先被曝光你是渣男，真真可能才想去曝光你。他跟真真跟他在一起，肯定也是因为知道了他尾随他小面那个事儿。对，但他怎么知道的？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证据还是看得不够充分。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电脑，还是没有谁能帮我们那个？我去吧。行，你去。602库收累啊。好，没事。谢谢你的坦白。哎呀，应该的，为大家排忧解难啊！我也希望找出真正的凶手。要不是你，我们都不会。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让我的公寓入住率达到100%。
我不想有这个冤假错案在这儿，完了影响我的入住率。来，我们先看一眼这个，谢谢。论坛吧，你看，跟踪我看小面发的吧，然后呢，真真底下还给他回复说：“姐妹们放心，我会帮你们扎回去。”你看他就是先看到了他是渣男才会去做这件事嘛。对，是没错。但是应该也不是真真。然后你看啊，1月11号，第一个就是你，白的是20年2月22。最新的是谁呀？最新的是实名举报这个。对，这是2月3号，22年2月3号，曹同桌。什么时候曝光的编剧？编剧没曝光，编剧没有曝光，他还没有来得及曝光编剧。对，3号打的电话，然后说，哎，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的约定，不要跟其他男生接触。也就是昨天。所以编剧也有嫌疑，因为还没来得及可以制止他。对，就想问一下编剧，这个他不听话的话会受惩罚哦。我觉得现在得把那2个人的搞清楚。先问吧，先问吧。可以啊。先送编剧吧。哎喂，马总啊，来送编剧，来，请这边。哎呀，别再加钱了！哎，曹家的子孙啊，我已经卖给腾讯视频了。认真点，认真点。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哎，我现在有很多事要忙，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找我到底什么事儿？从面相看，也没那么多业务。手机。给我，收了。哦，对，把手机拿过来。哦，看再给谁打电话？帮我们搜下身好吗？好呀。什么都没有，我身上看这个。对啊。就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吗？好，我的一模一样的。然后腾讯制片人啊，合同发给你看一下，我们找时间谈谈细节，把乔家的子孙卖给了腾讯。看一眼时间。今天下午1点04。成功注册成为啊！恭喜您已成功注册论坛反渣男联盟抗姆小组的会员，你的登录名为小面。初始别乱翻。你是小面，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妹妹？而且还要曝光我？嘿，你还说呢？哎，我跟你们说啊，5个月前我刚开始追佳佳的时候啊，她也在追佳佳，所以我就开始观察她，跟着她。她呀，她跟踪小面，还跟踪很多其他的女生。那你也跟踪我呗，是吧？我观察她，你跟踪我，我这不叫跟踪你，我那叫保护小面。小面关你什么事儿？我为什么保护小面？我就是看见有谁这样人了。佳佳呀，你跟佳佳跟他的结仇，完你还要保护小面，你也不是什么好饼啊。他就想，我怕他祸害别的女生。他想曲线救国。真是。所以佳佳又是谁呀？佳佳是他喜欢的，是我前女友，是我女朋友。佳佳就是真真。真真？谁是真真啊？佳佳就是真真。怎么可能啊！我女朋友叫佳佳，怎么能叫真真呢？哎，那你今天有没有来过这个大楼啊？来过。几点？我是中午收到了佳佳的微信。中午几点？12点钟收到的微信，大概。他约我1点钟啊，到真真剧场的4号厅见面。见到他了吗？我1点钟进的剧场，等了一会儿他才来的。他来的时候还是穿着那套我特别喜欢的复古港风装，但是特别奇怪啊，他居然忘了他约我这件事儿。不是都已经说清楚了吗？干嘛还要约我见面？所以我根本就没来得及跟他说抄袭的事儿，他就走了。哎呦，那啊什么也没说，等于。对呀，他约你到几号房间见他？4号厅。你进去之后是左走还是右走？走了大概几步啊？就这谁记得呀？哎呦，谁记得那么清楚啊？我为什么记得？因为你是我们的金牌管理员。你们在见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一次突然的停电？没有啊。那在你会面结束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大楼是不是停电的状态？哦，我进剧场的时候啊，走廊灯是亮的；等我出来的时候，走廊是暗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几点出来？你还记得吗？那个剧场啊，不能带手机进去。我出来拿到手机的时候，已经是1点25分了。你们就匆匆见了一面就走了吗？对啊。哎呦，佳佳呀，最近变得特别奇怪。
5个月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一直都挺乖、很听话的。就是自从换了那个新的微信和手机号之后啊，开始对我忽冷忽热的，还威胁我要跟我分手。哎，对了，你说这微信的问题，我想起来了。你跟他说不要忘记你们之间的约定，有什么约定？嗨，不就是写那个乔家的子孙吗？那是我们俩一起创作的。你不是写那个夏洛忒烦恼了吗？不是，那叫忒烦人，忒烦人啊，忒烦人。啊，你抄的就是他的作品。对他抄，我那可不叫抄袭，那叫致敬，懂吗？致敬就差4个字不一样啊。那也是致敬，那也是致敬。然后呢，他要是把你这个致敬的这个事儿说出去，曝光你的话，你要给他一些惩罚，对不对？你会怎么惩罚他呀？杀了他吗？我可没杀人啊。那惩罚是啥呀？我根本就没有计划，就是过过嘴瘾。哎，对。就是他换完新微信之后，你俩打过一个10分钟的电话，那10分钟电话说什么？哎呀，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佳佳。我确认之后，他确实是佳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这样了。现在，他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就是一个非常乖、非常听话的女孩。哦，然后24小时不停，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冷若冰霜的女孩。哎，差不多。你在4号房间见到的佳佳是你熟悉的佳佳还是陌生的佳佳？就是那个变了样的佳佳。你当时也见到了一个佳佳。我也是等了一会儿才见到的，我们俩都等了一会儿，而且都没说几句话。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约我来干嘛？他跟你说约我来干嘛？对啊，他也这么问过我。啊？他也问过我约我来干嘛？哎，我今天真不应该上去，我应该下 B1楼的那个洗脚店去按脚去。我约的7点，咱一块儿吧一会儿。你们还有别的要问的吗？没有，我得走了，我很忙啊。你一个天天致敬人经典作品的人，能忙到哪儿去？就是忙着致敬。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自己交代的吗？你有什么自己交代的呀？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呀？这样，你那个宋编，你外面你吃口东西。我真的很忙，一会儿再叫。真是。得，哎，稍累了啊，谢谢。电话一直没关。确实。啊。其实关于那个宋编剧，我有几点想说的，就是他其实就是抄袭了别人的作品嘛，那很赤裸裸的就是对别人这个著作权的一个伤害。那对，确实侵犯知识产权了啊。说他抄袭，我觉得都高抬他了。当然了，他虽然是他出版，他就是他出版，他盗版，完了盗错了4个字而已。哎，是。那要么我现在把曹阳光叫进来。好。你好，校草，对，校草，你好，你好，这是校草啊，来先搜个身呗。你是不承认？可以。等你手机拿。有手机吗？有手机，有，手机拿过来了，搜的真的是非常细。那都。他这壁纸真挺帅。来，请你喝个有淡淡茶香、清新红柚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答应我，喝了真茶真果的真果粒就要讲真话哟，好吗？好。哎，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这么受欢迎啊？谢谢小姐姐。要不拿回来吧，拿回来，别让他喝了。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你吐出来。不好意思，我已经喝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说他是什么普信男是吗？不是妈宝男。气死我了，真的。来，他说啥？昨天5点钟晚上说你偷拍到什么了？你在哪儿？我们见面聊一下吧。今天12点钟1点来11号公寓8楼真真剧院的3号厅见面，不见不散。你认识这个女孩吗？哪个女孩？就是跟你发微信的女孩。偷拍我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彤彤。彤彤，对，她是我的众多追求者之一。他拍到你的时候，你抱着高跟鞋在干嘛？我在擦拭高跟鞋。你觉得你是在擦拭吗？要给你看一下视频，你是在擦拭吗？
男鞋、女鞋都爱擦拭吗？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女士的一些用品，因为女生的东西总是闪闪亮亮的，特别可爱。我想问一下你啊，你那双红色的鞋是谁的鞋啊？彤彤的。是彤彤的。然后那双鞋后来怎么处理了？这双鞋现在在我家，我收藏着呢。你是这个女孩子，不管你喜不喜欢，只要她的身上的东西喜欢，你就可以是吧？对的。那为什么不去商场的女生专柜去擦呢？哎，我觉得他这样子啊，就是偷偷，如果他是偷偷把别人的物件拿到自己这儿，那就是数额到了就是盗窃。但是他们都没有说什么你那么着急干嘛？关起来！你这人态度还如此的不对！哎呀，你的态度还如此的不端正！我不叫偷啊，我只是拿而已。他们也喜欢我，我只是拿他们的东西而已。不行不行，你这样是违法的。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想再多说了。喂，你有什么想让他擦的吗？你的耳环好可爱。啊，你好吓人！我给你，我都给你，全给你。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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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想要的东西，最后总会得到。得不到你会怎么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得不到是想杀了他，是不是？那就不一定了。他有一个拨号是他1点15的时候给彤彤打了个电话，彤彤没有接。你为什么在那会儿给他打一电话？是这样，是因为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彤彤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约我1点钟在3号剧场见面。于是我1点钟到了3号剧场，我等了一会儿，彤彤就过来找我了。他说什么？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偷拍了我，然后我怕他知道我那个真正的秘密，我就一直在逼问他这一点。你是不是知道我的秘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并且他说是我约的他。我没约你啊。你别转移话题。是你约我来的，约我来干嘛？这一点就让我非常奇怪，因为你们也看到信息了，明明是他中午12点给我发的信息，但是他的表情非常真实，让我感觉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再纠缠你了，快离开我的剧院吧。他就跑了出去，我也迅速跟着他跑了出去。当我跑到剧院门口的时候，去拿起了手机，然后又给他打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没有接通。你跟他几点见面的？中午1点。准时见的吗？我中午1点准时到了剧场，然后但是他是过了一小会儿就过来了，但我不知道他是过了几分钟。那他是几点走出去的？15分之前是吧？肯定是15分之前，他15就打电话了。对，那你害怕不害怕他把你这个真正的秘密说出去呢？这个秘密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秘密。哦，我这回来见他，其实就想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那个真正的秘密。如果让他知道我那个真正的秘密，那就一切都完了。知不知道啥？那就一切都完了。你真正的秘密？他怎么车轱辘话来回说呀？不是，我们就想知道真正的秘密是什么。秘密说出来了，还能叫秘密吗？还也有道理，还真讲理。对，你说对。可是你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死了吗？我喜欢的那个人死了。你喜欢彤彤吗？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他身上的物品。哎，那我问你，这个彤彤在你看来是一个特别喜欢黏着你的小女孩，还是那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她看起来比较独立自主。我记得她今天来见我的时候穿的一身黑色，并且穿着一双黑色的靴子，跟她平时那双我最喜欢的红色高跟鞋不一样。会不会不只有一个？很少跟她打交道。双胞胎那个俩人。对，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小何说过，就是有的时候会跟他打招呼，有的时候不会跟人家打招呼。我刚认识真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孩，
但是之后有几次吧，就对我爱答不理的，很奇怪。真真是不是有俩？真真是不是姐儿俩呀？双胞胎？我也觉得有可能。而且我知道佳佳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和佳佳相识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用篮球给她砸躺下了，砸躺下之后，她脑袋磕在那个台阶上了，然后我带她去医院缝的针，她上面有疤，头上有疤的是佳佳，头上有疤的是佳佳。那我们刚才那个尸体头上有疤吗？没看呀，我忘了。那会儿也没人说可能是俩人。你知道彤彤身上有什么伤疤吗？就是他头有没有受伤过？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见他的时候，他是非常健康。他光注意高跟鞋了，高跟鞋哪儿磕过没？高跟鞋完好无损，在我看来非常美丽。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网站想分享给我们一下？有趣的网站想分享给你们一下，比如说什么渣男，对，反渣男联盟。什么渣男联盟，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最好不要瞎掺手。就是这事儿跟这个案子没关系，咱不先把这事儿告一段落。行，我觉得他虽然这方面是盗窃了、偷盗了啊，对，但是呢，他15出去的，最早的，他是最早见到的，他最早，反正如果你们排除了，因为他是在那个点之前，他确实没那啥，所以说我们问一些人家其他的隐私，确实意义不大。反正你跟他也熟嘛，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生活在这儿，有一些其他的秘密，我们再问问他呗。那就请回吧。好，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哦，为什么你们认识？为什么你们会认识啊？啊？没事儿，嗨，没事儿。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好吧，行，没有什么没有要问的，我就先走了。我的手机。这儿，给。谢谢小姐姐，这个很好喝。哎呦我天！赶紧走！这个案子我不想查了，妈妈，我想回家了。锅包肉来，我跟你说，他最可疑，其实锅包肉。真真死掉了，锅包肉去哪儿了？嗨，吓我一跳！哦，这是真真啊！我能解释，你是几点见到的佳佳？佳佳，我是12点50多，反正不到1点，我就进入到那个2号房间。2号房间，我等了他很一会儿，几点见到的他？我没法说我几点见的，我只能说我出去看手机的时间，因为我屋里没有带手机嘛，对吧？我出去拿到手机是35，在屋里我看见他了，看他之后呢，我记得是我先跟他说的，我说你能不能别在网上把我写的那些个烂稿子给我曝光出去了？你活该啊！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反问我，他说你为什么约我来？我很诧异，你让我来的，你说我来这干嘛？没什么事，我走了。不是你，他走了，我也就走了。会不会是说约人的并不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不是，所以说他肯定是至少有2个人，如果多的话可能是3个人，因为还有个彤彤嘛。对，真真、彤彤还有毛毛小小佳佳5个。他是有5个名儿，但是呢，在今年应该就出现了仨。我觉得就是2个，因为性格来看，因为他也说比较温柔。你遇见的也是2个，我遇到是比较独立的那个，我也说过了，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又最后回来之后，他又变成以前那样子了。所以还有啥要问的？
没啥要问的了，问询结束了。我觉得婉哥，你多少你得，你坐那嘎达。你可以啊，没问题。你得坐一会儿了，因为通过监控镜头，我们确实看到你进入了那个房间。来吧，兄弟们。白哥说，这个监控镜头确实是看到了你在亮灯的时候进去。没错，他在黑灯的时候进去。我承认，然后你在黑灯的时候出来。没错。但他再也没出来过了。对，他再也没出来。但我确实也没有看到他。你在房间里待了多久？就待到我出去打电话。你1点到50分一直在房间待着，一直在房间里等了50分钟。你都一直没有等到他，等了50分钟才出去拿电话打给他。没错，我出去的时候灯就暗了。但是我具体他什么时候按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那个录像，你是一定见到他的，因为你进去之后，真真就进去了。白哥，你是1点就到了这个剧院，对吧？对。然后50你就走了。对。你是几点上的楼？我是35在外头了。我踩着血是46。那就是我们现在只需要想办法确认每一个人的离场时间就够了。这个样子的话，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就有了。几点离开了3号剧场吗？15分。我出来拿到手机的时候已经是1点25分了。我出去拿到手机是35。当我上去的时候，应该是1点46左右。OK， 现在时间线是这个样子的，宋可以排除，因为他是25离开的这个剧院。然后曹也可以排除，因为他是15就离开的这个剧院。郭其实理论上也是可以排除，因为他是35就拿到手机离开剧院的。所以如果案发时间是35在45中间的话，那这个时候在场的就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才是唯一一个有作案时间的人。所以我就在说这个事儿嘛，我说因为腾哥，他是在3号房间发现的血迹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我那个1号什么也没有啊。我刚刚又看了一遍监控，那个很清楚拍到他进入了是3号房间。然后等会儿还有一问题，我们刚刚看到死掉的珍珍，她穿的是红裙子。对啊，进你屋的珍珍也穿的红裙子。对啊。对啊，摄像头上是这么显示的。摄像头看是红裙子进去的，对吧？他按理说不应该死在3号房，因为他穿一身黑嘛，对吧？对啊。对呀，就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他。我就顺着那个黑的走廊往左转，大概走了10步以后，你上去之后往左走，那是1号。但是视频上显示的他进的是3号。为什么他在3号房间发现的血，但是我们去的时候3号房间是没有血的，没有血，只有1号房间有血。所以我自身我自己怀疑啊，我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我房间的位置变化，或者说是摄像头的变化，或者说是房号的变化有问题。你看嘛，首先你看是个圆的嘛，对吧？这个是内圈，一个是外圈，4个房间，因为这有2个门。我怀疑的就是我进了1号就开始转了，就转了。我1号转到3号，3号转到1号了。就我进去了，转走了，这个转过来了，这人进来了。咱就假设中间的摄像头不变嘛，所以这个摄像头永远对的是这个门是1号嘛，里边他爱是几号转到这儿，他对于他来说还是1号嘛。对，对吧？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它真的会转动吗？这个房间很难。对。虽然说我没有证据，我只是从一个逻辑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嘛。
那你在里面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变化吗？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里边变不太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外面，因为你进去了之后，你不可能出来的时候它的号还是没变的，因为你不知道它转到哪儿，你忽然出来的话，那你就会数整个大错乱。不会，他最开始进的房间可能是1号，但是我们看到真真进的那个房间就未必是1号了。对呀，如果假设这个房间可以旋转的话，他进了1号房间，然后旋转之后，我们虽然看的是那个门，但是里边已经旋转了，因为里边是有2道门嘛。摄像头拍的是里面那道门是吗？没有，他拍的是外面的。外面那道门，外面那道门。可是问题是，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从这个房号的门里出来啊。他可能有一个转变，然后再转变回来。但是你怎么可能那么刚好，每次卡准的，所有这些人进进出出的时间都完好的卡在他又转回去的时候？我可以提议，就是我们去案发现场再去搜寻一遍我们刚假设的这个房间的转动，或者说摄像头的位置，或者说是门牌号的位置。我们是不是还有个盒子没打开呢？对。然后你记不记得咱俩看了那个有那个小脚印，猫的小脚印？对。而且那个上面就是那个罐子，上面写的说是表演道具。对。然后是红色的，那个会地上那么一摊，是猫把那个东西打破了，因为那个猫的脚印走向也是这样走的。对。猫打破的那个，你说是染料，不是血。你不是血猜到的。来吧，我们再去看一眼吧，好不好？好。大家应该都领到一张。等一下，不要急。我有手电筒，应该是跳闸了。等一下，我把那个灯开了。哦，开了。刚才真真出现了，穿了红色的裙子。他没死，他根本就没死。我所以说有2个人嘛。收工了，拜拜。这灯都没关，不像收场。也就是说，现在还在录制，当下也是游戏的一部分。看来这次的谜题就是真果粒红柚四季春，淡淡茶香和嚼得到的真实果粒。别光喝呀，赶紧分析线索。不愧是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优质生牛乳搭配，口感香醇。所以呢，咱们怎么出去？别急，先品一品。茶香异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是什么？新钥匙线索，开始推理吧。咦，这2幅画，耳环怎么是奥利奥？牛奶杯，我知道了，奥义就是奥利奥，扭一扭，泡一泡。哇，找到啦！真好吃，好吃好玩奥利奥，推理解密全知道，上京东搜奥利奥哦。刚才真真出现了，穿了红色的裙子。他没死，他根本就没死。我所以说有2个人嘛。去那个8楼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找的。上班时间表。电梯的垃圾桶在哪儿？这不是？哦，他有他的鞋套。我们先到案发现场看一眼。案发现场。看看他后脑勺有没有疤。冒犯了。哎，那个头顶上篮球哪砸的？快哪个？这不挺清楚的吗？这个就是发际线。这个啊，不是。
我不想跟他们探案。没有8，没有8意味着他不是佳佳。哎，你看这个，这个是能动的。哎，这个就是。哎，哦，我就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扒了一下。A 是 A， 然后这里可以转。哎呀，他还在这儿住。哎呀，我的天哪！剧院表演道具。咱们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看有没有。好，他这 A 嘛，去2号吧。哦，对。哎，把这抽出来。B， 你看这上面写着 B。刚才那写的是 A， 这是 B， 一样的东西。道具都一模一样吗？1、2、3、4、5、6、7，这是7个，一样。对，每个房间这是7个。颜色一样吗？这个面板颜色不一样。刚才是红的。对。现在是黄的，面板反正颜色不一样。走，我们再往前走看看。这个肯定是绿的。什么颜色？蓝的。所以是3原色吗？红、黄、蓝。对。 3原色凑一块是什么？黑。这还能算出来啊？能啊，红、黄、蓝吗？红、黄、蓝可以各种配成其他的颜色。对。先把 D 打开吧。绿，他邀每个人来不一样的房间，不一样的颜色。对，这不 A、B、C、D 吗？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不一样。我首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间能不能转动？我觉得。我觉得是中间那个夹层可以转。我觉得是可以转的。我是觉得是这堵墙加这个门是可以转的。哦，应该是它中间有空隙。我知道了，我们站在地毯上推这个东西试一下。对，因为它那是空的，好不好？来，你上前面，一人一个，一人一个。来，一人一个。来，我给你们喊号子啊！不，等一下，哥，你要不要进去？我进去。那你们走了，你再回复不了，我还出来不？并不。哦，那好，我们先转，反正里边是蓝色，我们记得着啊。来。好，3、2、1呀！3、2、1呀！3、2、1呀！哎，等会儿，是不是反了呢？反了，好，站这边。就再来一下。1、2、3，1、2、3呢，1、2、3呢，1、2、3呢，走了，能推动，动了，1、2、3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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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上来，1、2、3呢，不是我们要投到什么？1、2、3呢，1、2，你喊3呢，1、2、3。我天，推到头了，到头了吧？我觉得是有开关的吧？转一圈看看。哎，这儿。 1、2、3呢，1、2、3呢，1、2、3呢，发现什么了？有开关，2个开关。走廊处专用，这个是剧院内专用。就一个是在外边控制，一个是在里头控制。走廊处专用开关。不，别站那，别站这啊！哇，啥？哎呀！哇，他
能随时转啊！我的妈呀！好厉害，好厉害啊！房间不动，是外面这个门在动，动中间这一条。对，所以你感觉不到。没错。哇，太酷了这个！这真真以前干啥的？这真真还研究了一些机械。你要不这玩意儿得花50万呢？50万能花成这样很厉害的。咱俩还说不会吧？不会要到转盘这种？谁刚才不相信来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觉得不至于做的那么狠，就没想到会做到这么绝。3、停了，果然没错。所以其实这会儿已经赚了一个180多。兄弟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突破！哎，3号门进来的就是1了，还是1号。天哪！就如果真的有凶手的话，就得按转圈这个思路再去排这些人了。我觉得。对。白三海是从1号门进去的是吧？真真怎么哪屋都去啊？我包有。好，2号门。曹阳光，他约我1点钟在3号剧场见面。他约我1点钟啊，到真真剧场的4号厅见面。这真真肯定知道，他进出，他能串，他能。我们这样，我们此时此刻这是 A 房间，所以我来的不是 A 房间啊，进的是1号房。1号房来的时候是安然无恙的。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房间转到了 C 的时候，对，你进的时候在 C 空的。你刚来的时候是进的是 C， 没错，我进的是1门，进的是 C 房。等于啊，你来之前他已经转成那个样子了，是吧？对。然后滕中介进的是3门 A 房啊，所以他才会踩到血。对。那如果我们相信他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你对过的这个曹把他杀了，因为对调就只有这2个房间在对调嘛，只有这两个在对调吗？那其实尸体就一直在3号里，因为3号从来没有人进来啊，然后只有我们滕中介进来过一次。难道你们想说是我干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滕中介自己在那儿自己一个人演上了我。为什么他要站在那儿？他要给我们锁在里面吗？他像个顶光。他像坏人，他像杀人犯。你这个黄色按钮是剧院内专用，剧院内还没用过，你试一下，你把这3、2、1，长按，在外边再动，腾哥拉下门，把门打开看，再动，再转，哇！哎，有东西！停！哎，慢点吧！哎呀，身手敏捷，这有个字条，这儿有个字条，我好像演的是武侠片儿。这是妹妹最近最爱的口味，她很多物品都换成和她相关的了。如果我多喝一点，会不会更懂她呢？那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哇，有封信。姐姐真真独立自主，对爱情充满质疑；妹妹佳佳却对爱情始终充满期待，享受零距离恋爱。以姐妹2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为灵感，妹妹佳佳创作了《真假爱情》这部话剧。在舞台上，真真佳佳合饰一角，通过无缝换装和特殊的舞台设计，给观众们带来绝对意外。就是确实有姐妹2个人。然后死掉的不是佳佳，因为没有刀疤。真真死的。
还有钥，你要开那个箱子的钥匙找到了。刚才有个盒子没有打开。对，开吧。这里有一个字条，姐姐，今天有4个人想要和你见面。13点10分，曹阳光在1号剧院；13点20分，宋编剧在2号剧院；1点30分，郭包佑在4号剧院；13点40，白三晚在1号剧院，按时赴约哦。这是佳佳写的。对。那为什么两边约的地点都不一样呢？珍珍告诉我1点，让我来1门找他。我不到1点就到了2号。他约我1点钟在3号剧场见面。他约我1点钟到真真剧场的4号厅见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真真并不知道自己跟他们约了1点在剧院见面。你把我叫这儿来干嘛？我没约你啊。他居然忘了他约我这件事儿。我们刚才转了半圈嘛，然后有格子，再转一下，再看看呗。对，腾哥把门关上。腾哥进来，腾哥进来，没事，你们走。那注意安全，哥。走。我还能转。火车开了，别送了，送站来了，上这儿。刚才是1对吧？对，刚才门外是门1是吧？门外是1。你看嘛，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门在动，号在转，对，只有中间这个门在动，这个轴承，中间就是这个。哦，又有一个木箱子，快！拿着了吗？拿着了吗？腾哥这么近那么远，腾哥心想这地铁还没走完呢。密码锁，4个字母。我觉得跟刚才这个有关啊，这个，因为他说这是妹妹最近最爱喝的口味，她有很多物品换成了跟她相关的。如果我多喝一点，会不会更懂她呢？那你喝一点，你喝一点，你不就更了解她了？喝完了，叮，密码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在平底啊？平地有一首诗：真人饭玉杯，茶好碧鱼台，真气到临叟。果穿闻鸟啄，这个谜语肯定代表着什么意思？所以呢，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不仅有淡淡的茶香，还能嚼到真实的果粒。我觉得喝一口之后很清爽，真茶真果真的超好喝，这个思路顿时都清晰了。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真茶真果，它的藏头诗对不对？滋呲滋歌，试一试。滋呲滋歌，滋呲滋歌啊！真茶真果，真茶真果，拽。好样啊！好，这里会有什么呢？哦，一个碗，你送给他的碗，你送的碗，真真。你当时是拿这个跟他表白的？对，我跟他表白，我说我要给你做一辈子的面。哇，这个pad，哎呦，视频，看一下。佳佳，我已经跟你说了100遍了。那个宋编剧根本不爱你，他是 PUA 你，控制你，利用你。乔家的子孙这个剧本明明是你写的，就数了他的名字，我的就是他的。我什么都不好，除了他，没有人会爱我，不能失去他。你就不要阻止我和宋编剧了。从小就有很多男生围着你转，你想得到爱情太容易了。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大家都不会关注到我。你就不要破坏我和宋编剧了。只要他爱我，我什么都愿意给他。你看看你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卑微。真正的爱是双向奔赴，而不是控制和打压。你如果再一意孤行，你知道我可以让宋编剧和其他渣男一样身败名裂。你不要逼我，我为了宋编剧，什么都能做。真真是一直在搞那个反渣男联盟的那个人。对，刚才死的是谁来着？死的是真真。死的是真真。对呀，他在搞那个嘛。佳佳说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佳佳是个恋爱脑，对不对？他为了宋编剧给他姐姐反目成仇。
所以说我们中间并没有凶手。他们连真真假假都没分清呢，他们都不知道杀哪个。这儿还有，侦查真果又见你，我喜欢上了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又下单了2箱，这是购买记录。然后买哪儿去了？到了吗？那2箱？吃了回扣了吧？到了，我一会儿下去看看。妹妹其实一直想更懂姐姐，所以她也跟着姐姐买的这个。不是姐姐吧？不是，有一个小纸条，模仿是姐姐佳佳为了模仿，姐姐想更理解妹妹。这是妹妹最近。哎呦我，哎呦我我身上我都麻，我到现在还麻呢。我吓一跳。哎呦我天！不是我确定是被他们几个吓的。哎呦我天！你为什么抓我？来，我抓他。哎，你抓他。你来，我跟你聊聊。追到他了。那我们进去说吧。行，进去。咱先进。你先进。怎么样？你搂着他，你搂着他，我抱着他，不要让他跑。抱着他。这是哪屋？这就是那个。妈呀！哎妈呀！别让他骗了，这个人诡计多端。事情吓人，刚刚太吓人了。这个人跑得挺快，小腿儿。谁喊的呀？刚才是啊，就你哥，你嗓门最大。哎呦我完了我。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好看，长得真好看。死了怪可惜的。死的是另外一个人。来了，你们可以坐下说。三板看着点那边的门啊，三板。我就坐这儿吗？对，我们坐这门，让他跑不出去。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佳佳。你是佳佳。没错。你为什么出现在监控室？我发现你们在调查姐姐的死因，所以我想听听你们都发现了什么。你为什么杀你姐姐？我没有杀我姐姐。没有杀你姐姐。那你姐姐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姐姐死了吗？我今天下午2点回剧院的时候才知道。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跟你姐姐说会有4个人今天在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房间来？啊，我没有说过。你给了他一个纸条啊。那我知道了，你们到底几胞胎？你几胞胎？你们姐妹几个到底？双胞胎。双胞胎。姐妹几个？什么纸条？给我看一下。他不想销毁证据吧？扒着他的嘴给他。你拿着让他看。这个你怎么说？哎，别动，把手放下，把手放下。你要塞嘴里吃掉它吗？哎。哎，咱们这个是你写的吗？笔记跟我有点像，但不是我写的。是你约的吗？不是你约的，不是我。那个纸条不是我写的。这个人还伪造了他的笔记。那是你约的我？不是我，因为我的手机摔坏了。啊，你手机摔坏了？我手机3天前就摔坏了。5月3号。今天手机才修好拿回来。宋编剧联系的人是他姐姐，所以他说变冷酷了嘛。对。他也是3天前之后说换号了，用了一个新的号加他。对。反渣男联盟网站是你们建的吗？是我姐姐为我建的。是你姐姐为你建的。那之前
所有网站上出现过被曝光的渣男，你都认识吗？我没有全部看过。都跟你好过啊？都跟你好过？没有。咱俩当时谈恋爱你都忘了？我没跟你谈过恋爱。咱俩当时不是无话不谈吗？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谈天说地。但我只是把你当朋友，我没有跟你谈恋爱。你想这样就对了。我以为你在谈恋爱，因为姐姐跟我说你是变态，不让我接近你。你是变态，真正的变态。漂亮，离他远一点。变态，我是老乡，我怎么能是变态呢？这中国娱乐圈找几个天津人容易吗？你说，这是，哎。你还有些事儿想要坦白的吗？一切错误的开始都是因为你送我的那个碗。2019年的最后一天，你在剧院门口送了我一个碗。因为之前我虽然经常看见他来剧院看演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为了我来的。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表白。所以我就接受了你的表白。你还记得你跟我表白的时候说过什么吗？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面。对。但是后面你说的那句话让我很震惊，你说的是“谢谢你，真真”。对。原来你喜欢的一直都是我姐姐。但是我心里觉得不甘心，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长得一样，但是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关注我？所以我就掩盖了自己是妹妹的身份。我承认我很自私，但是因为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天都很开心，所以我隐瞒了真相。能理解。但是我们在一起33天之后，你就跟我说了分手，你说是想让我坚持独立的自我，但是我不想。后来你消失了，我难过了好一阵儿，并且得了抑郁症。然后我就跟姐姐说你是渣男，姐姐就为我成立了反渣男联盟。再后来，姐姐又遇见了你。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你又一次爱上了姐姐。姐姐本来觉得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造成的，所以她就为了帮我报仇，故意接近你。但没想到的是，姐姐也爱上了你。本来我想要解除你和姐姐之间的误会，但是没有想到姐姐突然死了，所以也想跟你说一个对不起。有点多余。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你可以给他俩唱个主题曲。该进插曲了，该进插曲了，快！我之前跟你们说的，你们听他一说，你们完全可以联想得到，我说的是，对，是对的呀，完全是这样的。你确实是爱着他姐姐，从始至终。只不过你没有想到，你表白的时候没有对他姐姐表白。那不是我怎么能知道呢？对你肯定你也不了解。对啊，你跟姐姐有很大的争执，是因为你和那个编剧的情感。对，因为我跟姐姐说，宋编剧会对我好的，但是姐姐不相信，所以我们那天发生了
很大的争吵。我也觉得我那天情绪有点激动，我也知道姐姐是为了保护我，为我好，但是那天确实我们发生了很大的争吵。能理解，能理解。那你觉得谁杀了你的姐姐呢？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自杀成全妹妹，然后把栽赃给她？那不可能。她自杀了，为了成全她，为什么还要栽赃她呢？我不知道，你知道，虽然真的很，你知道这段真的，你姐还好着呢啊，不是你别整这出。不是这段真的很感动，但是我看着他俩，我真的不行。完了，成一家人吗？你们不是？本是同根生，搞什么呢？这相煎何太急？儿女子孙之后，你就六亲不认了，开始。你好幸福啊，三碗。幸福吗？真正爱的人已经死了呀。那你去那陪他吧，你也不是啥好人。行，你失去的只是爱情，但他失去的是他姐姐呀。他是双重失去，失去的姐姐亲情爱情。对，但他有宋编剧，他也不亏呀。宋编剧有发现你们其实是姐妹2个人吗？我不知道。你是姐妹2个人这件事儿，有谁知道？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我们要演出。就是给观众神秘感。那你们是外地过来的是吧？不是住你这儿了吗？你对呀，一张身份证开俩房。对呀，这怎么回事？这样的，首先从笔记这个角度来说，能伪造他笔记的，肯定是更亲近的人嘛。我是变态，你别看我了。你为了写出好的小说，所以干脆编了这一切。我觉得是编剧，就是编剧吗？因为编剧跟他一起写了剧本之后，他非常了解他的笔记。对，有这个可能。乔家的子孙确实是我写的，但是我数了他的名字。哦，我觉得宋编剧是写鱼最大的。咱们按这个转盘这个转法，咱们先推演一下。那个佳佳，坐一会儿，坐，你坐，反正你也走不了，哎。你坐这儿。别跑！福尔摩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排除之后，剩下的那个哪怕再不可能，那也是最终的真相。这边人跑不了啊！5月6号10点半，自杀。门上有一个血印。猫。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去还原这个杀人的方法。有端倪，快走！尸体呢？瓶子也没了，人也没了。他姐跟他都没死，里边有人拽着呢，是吧？较劲呢，是吧？哎，他在那儿，快走！他在这儿干嘛呢？操纵着这一切的。凶手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他在吓唬我们的时候，他就在后边站，那他为啥不叫我们？而且不一定相信你啊。凶手是可以说谎的。你可以不相信我，但问题是我的动机是什么呀？3晚完成不了吗？这个作案过程我们仨都能上，这明显是要嫁祸给我的。白爷可以自己嫁祸给自己，计中计啊，哪怕你有1%的这个作案几率，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他真的嫌疑很大。还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索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 11号公寓，锁定腾讯视频，每周5晚6点连更3集。会员抢先1周看，非会员4周5到周日每天转免1集。每周6中午12点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6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接着看更多精彩未播花絮，还有一大波预告短视频，每天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
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中午12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Zaker 界面新闻，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Cyb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